好，欢迎收看新的一期的 And You， 我是 Andy 啊。我们的节目呢在优酷视频直播。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著名演员姚逸晨和他的经纪人百亿，欢迎，欢迎两位啊。咱们是这个阵容非常强大，除了带着经纪人来，还带着这个一些好朋友，好几个人，对，好几个人来的。我们是好几个人来的，1、2、3、4、5、6个人来的，很专业啊。这一趴我们放到之后再说啊。今天逸晨来是带着自己的经纪人来的。所以我很好奇，这个经纪人和艺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行业有一句话叫说，这个艺人和经纪人是世界上第4种感情啊，就是什么亲情、友情、爱情啦。但是艺人和经纪人他们就是算是第4种感情，第4类。对，我们可以亦师亦友。然后像我跟晨哥这样，他比我年长，所以就是兄妹的关系。可能有经纪人比较年长，然后他的艺人是小孩儿，就可能能差个15、16岁、20岁这种，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呦，就其实经纪人经常会说，哎呀，那个我家娃怎么样，我的我家孩子怎么样，这是一个称谓啊。对，是的，所以其实，就是经纪人对艺人的那种爱是，除了你要在工作上去给他一个完整的规划，就除了完整的规划事无巨细的事情，还要在他可能生活上啦、感情上啦，就是我们都会有沟通，要照顾一下。对，就是又像朋友，又像老师，又像家人，对这种。那有没有一些角色是你绝对不会去碰的，或者之前是绝对不会去设计的一些角色？我之前一直有禁忌，什么呢？一个是太监，太监哦，太监我不想演；一个是日本人，我不想演。对，我觉得可能有民族的这个仇恨在里头，不好意思啊，可能我真的是这样理解虽然我挺喜欢那边，我喜欢吃料啊什么的，但是确实我会有这个禁忌，有抵触，会排斥，会排斥。但是现在我是觉得，如果角色好，人物好，我都可以去做。对。怎么样叫一个人物好、角色好，在一部戏里边？丰满啊，人物起承转合很明显，对吧？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合不合理？这些都是我要去考虑的点。比如说上次就是之前拍了一个古装，演了个太监，那为什么一开始我是拒绝的？但是我看完整个剧本以后，我发现太丰满了，对，想挑战一下，特别好，有3个皇帝，他辅佐过3个皇帝，从20岁演到50多岁，然后搞下来2个，最后被最后一个小皇帝搞死了。这么好的一个角色，肯定要参与。会有难度吗？在整个表演上？我觉得导演跟我给我分享了他的很多演戏的经验，他原来也是个演员，然后呢，我觉得我长功挺多的那个戏。所以你还是比较倾向于演技派有一些内容的这个角色，有些内容的，有内涵的。对，比如说这个逸晨，你演一个，你刚才说你很喜欢的一个坏人角色，怎么样去演好这个坏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我演的角色没有大小和好坏之分的。我觉得还是我们要从演员的本职工作去出发，你要去理解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坏人去理解他的行为逻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他的世界里，他不是个坏人啊。如果他觉得自己是个坏人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做了，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要从剧情、从人物去出发，从专业的角度去出发，去理解人物，去塑造人物。对，不管是好的角色还是坏的角色，都要去理解他，是吧？成为他，爱上他。要爱上他。因为之前有跟晨哥讨论过，他说他在看一个角色的时候，他不是只看剧本里的这个人物呈现，对，他要把这个人物的前世今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叫案头工作，把人物小传写清楚。你在剧本里，你所谓你得到的信息，包括如果这个是个历史剧的话，他如果历史上有这么个人物的话，你要从他的出生开始去了解他，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伤害他，他总有缘由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对吗？然后呢，我们做这样的案头工作，然后还要去看别人嘴里说的他是什么样的，别人的台词里说到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都会对性格刻画进去，对，都会丰满让他，要不然你是不丰满的，是干瘪的。对，就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坏嘛。你如果是只塑造一个坏人的一个形象我觉得这样的那样的，它是不丰满的，它没有缘由，对，没有灵魂，对，没有灵魂，所以你要去做一个丰满的工作。所以这些是额外的工作，是吧？不是导演要求你要去。我觉得这是专业演员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不是额外的工作，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演员也是有这个需要大量的阅读的这种过程去看剧本，需要从头到尾。
然后演员再去看一些演员传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是理解能力，文化水平其实很重要。对，如果一些不好的评论、恶评之类的啊，你会心里面会介意吗？多少有点儿我其实还好，因为从好多年前就有。你比如说演个反派，他必谁都有然的嘛啊，谁都有，任何对每一个演员都会有。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会有。嗯，你就算演主角了，男一号了，他也会有一些啊，对你怎么长那样？你是不是资本家的孩子？哦，对，我就收到过。哎，嗯为什么就锦衣之下谢圆圆？那选上我演这个了，我就好好演呗。但是他这个人物剧本上，他就是做了一些傻事蠢事，是吧明白？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说，啊，你是资本家的孩子吗？你是谁塞进来的孩子？这说明你演得好啊，还有代入感。对，反正就是这样的。克拉恋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谢圆圆还不是个反派，你想？那后来呢，慢慢的大家都知道了啊，他只是傻傻的那种。对。那我一般我是不会去回复他们的，回复他们的话，我基本上也是开个玩笑就开过去了。那经纪人会帮助啊这些恶评做一个回复吗？我们会控一控，控一控，就是我们就是在算是一个行业的专属名词吧，就是我们要实时的关注这些负面的东西。但其实如果是你的角色是个反派，那倒还好，我们反而怕没有人骂。对，因为没有人关注，就是你演反派，你演的好了，那自然有人可以演技深刻有人骂你。有的对人骂的很难听的，对有的骂你父母什么的。对对，后来那我会生气的，那种就不行啊，我会说的，甚至我会把他拉黑，因为你攻击我家人是不对，允许的。是的，是的。你攻击我角色，我是认可的，对吧？我会和你一起攻击角色。这我在微博说明他已经有上面我写的很，强的代入感了。是的，是的。但是基本上我都是一笑了之，就这个事儿不是个事儿。是，对这也是演员的一个修养，是吧？他们经常会遇到这种。种事情。就我觉得，因为太多了。去网络上攻击你的人，大多数都是小朋友，对，要不然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闲工夫会去骂你呢？看个戏还要骂你，是的，键盘侠。我觉得没必要，就是不跟他们生气就好了。对对。那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个术语啊、黑话，像私番位这种啊，你们有遇到过吗？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其实咱们还目前没遇到过跟我们私番的吧？这个圈子里，其实我也排不到那么前面，我排不到1号、2号，除非我演男1号的时候，那基本上给我放第一个。对，像这种其实是很常见的。现在很常见，但其实不合理。不合理。它不应该出现。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为什么都要排第一个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粉丝他是不看剧的，对他只看这个，他只看排名1、2，他厉害，他第2厉害。对，还停留在1、2、3这个排位上。是的，是的，这个其实它是从偶像开始带起来的，就是因为他们偶像可能比赛吧，一开始第1、第2名。其实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挺过分的。那为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真的是人家是男2号的，哎，这个海报上他的名字到很后面去了，对，那你让翻，那你这个也有点过，你说对不对？对，那就实事求是嘛，对他应该第几就排第几，是的，对不对？所以真的是有分的啊，这个男1、男2、男3是在这个数列上面是有划分好的。也未必，也未必啊。对，有没有这种剧本上是有划分好，就人家剧里边这个角色就是男1，这个角色就是男2，但是你到了实际演的时候，可能用的演员不同，他们就会私番说我的名气比你大，对啊，那我的番位就得在你前面。可能人家剧本里明明是一个男2号，结果排到了男8，对啊，然后他一个来串个3、4天的，他就要往男2号排，就很畸形。其实我看到弹幕上面有的人说嘛，比如说这个人是个男2哈，他就说男2怎么着，他没说他的名字，他说男2怎么着，他说他不是男2，那谁才是？那为什么呢？他是看了这个番位的对排名。对，其实私番就是粉丝，就是私给粉丝的。你说真正看戏的观众谁在乎这个呀？对吧？你可能你就算你排个2番，你只有3场戏，哪个观众能记得住你？是这个道理。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毫无意义。这些事儿干嘛呢？把戏好好演好就完了。对，而且还有很多行业的辛酸。是，就更有甚者，因为私番项目黄了。男女主私番，男1、男2私番，项目开不起来了，谁也不让谁。就是我觉得不应该出现，挺搞笑的。都已经难成这样了，你们还私番，那让我们拍不上戏的演员怎么办呢？对，把心思放到了不该放的。对呀，你应该心思放到正地儿。那如果说这个百亿给你介绍了一个饭局，这饭局上面有一些制片人、导演说咱们今天一定要哄好这个甲方，那这个比如说这种类型的活动，你会去参与吗？
哎呀，我会社死的。对，其实现在这种会越来越少，就是包括可能我们会有饭局，我们两个心里会很清楚，就是这个是我们要一致去对外，然后我们可能要去配合对打配合的。所以其实包括现在可能我们去见一些制片人啦、导演啦，大家都是非常的非常好，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属于。互相尊重，就是我们非常尊重导演跟制片，然后导演跟制片也很尊重那个演员和经纪人。所以其实，就是现在的市场来讲，就是饭局是非常的，少了，对，少，而且它哦就是很健康的一种饭局，对，就大家都互相尊重的那种感觉。没有太多的这个需要打公关啊，需要这个艺人去维护关系这种啊。其实那个有点浮夸了，就是对以前很早以前会有这样的情况，但现在会好很多。我觉得不仅哪个圈子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对发生。是的，对是的，是的是的。嗯对于这个黄金绿叶这个称谓啊，你会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角色好、项目好，我觉得当然要去了。对。有些这个绿叶型的角色，他也是可以很容易出彩的，是吧？是的，就是其实很多剧它不是只看主演的，你会发现，尤其现在的对观众，就是他已经厌烦了那种一个剧就是男主和女主的故事，可对能更多人喜欢群像戏，因为他能把故事讲得更清楚。所以就是面对这种角色，就是只要这个角色晨儿哥能接受，我们也是会去的。对。然后其实刚好也是我们今天有这个采访，也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呼吁这个行业内外，就是其实可以多给这些像晨儿哥这样有匠人精神的演员，他可能是会演过很多的配角，然后就是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得很好。对，其实就是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流量。那他们也需要很多的这个机会，去至少在这个行业里坚持下来。可能我们坚持了15年，未来还想再坚持15年、20年这样的。对，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明星艺人，他就被自己的这个粉丝给反噬了，牵是吧着鼻子走。对，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专业视角去分析角色和人物和剧本。对，我跟晨儿哥我们之前讨论过，就是无论你的粉丝群体有多大，但是你要知道。一定不要被粉丝牵着鼻子走，这样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其实，我们从整个市场上去看，被粉丝带跑偏的比比皆是。就他原本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是粉丝说不行，哥哥你只能演偶像剧，哥哥你只能演古装，就会被耽误。就如果说演员和团队不够坚定的话，跟被粉丝牵着鼻子走，那很危险了。对，他可能本来的职业生涯能有40年，就变成了断送15年。对，是的。说明这个行业也是有很多明星在做这件事情，去迎合大众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可以适当的迎合，但是不能把主心骨变成听他们的。演员这个圈子里面有没有鄙视链这么一说？相互之间会有一些暗地里的竞争，就是表面上好像大家一团和气啊，但是私底下可能还暗中较劲儿这样。有。戏我就不说了，我有一次特别逗，然后我演一个就是演个大帝，就天上的神仙大帝。然后呢，那个制片人跟我说，他说：“哎呀，一晨，他说你1.82米，他说我们的男主角资料上写1.84米，他说你能不能垫一垫，因为你毕竟是个大帝。”我说行，我垫一垫，我就垫了一垫，在鞋里边垫了一个增高垫。然后呢，我垫完以后，我会比他稍微高一点。然后我们俩对戏的时候，我从台上走下来啊，比我矮一点点，那个人物关系是对的。然后呢，过了大概1天，哎，他怎么跟我一样高了？他也垫了，他也垫了。好吧，我想垫就垫吧。然后呢，杀青饭的时候，然后呢，大家旅游鞋嘛，运动鞋里面肯定都不垫的嘛。我俩坐一块儿，哎，一样高，一样。所以在杀青之前面试的时候，大家都要做一些准备啊。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如果我作为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根据人物走。你人物如果是大家，你就是这么个小人物的话，一开始是小人物的话，我觉得你就稍微矮一点没有关系的。是啊，我觉得还是要跟人物有要求的话，咱们就做一些这个调整。是的，是的。我想问问这个试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流程？就是找个对手跟你一起搭一搭，搭一搭完了以后，你就到大家面前，就跟考试一样的，前面坐了一排导演啊、制片人啊，然后看一看你们俩演的这段戏怎么样。对，需要录像，要录像的，要保留下来。对，包括可能演员试戏的时候，就是
我们也能看到，就这个市场对演员的要求有多高。我记得我们之前去试一个戏，它那个就是监视器，就是制片人面前和导演面前是监视器，然后这是一个机器放在演员那儿。当时试完了都没有问题，然后导演跟制片也对那个演员很满意，就跟旁边的工作人员说，你把那个就是镜头给我放到最大，然后他跟那个演员说，我要看一下你的牙齿整不整齐，干不干净。对，就这么是残酷哦。对，会到这种程度。那你还有没有说，就是你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因为自己的疏忽或者怎么样，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角色的这个经历？他有的。有刚毕业的时候。啊，对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大4吧，对大4，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剧组，哇，对，大戏。经典的梅兰芳。对，然后呢，让我和我们班2个同学，对，3个同学一起，然后呢去萧山国际机场见陈红，然后呢我，当时因为他们看了，就是让我先发资料，我们都发资料过去的，我记得我是拍了一组那个，就是它稍微柔一点的，因为我知道梅兰芳比较柔嘛，是吧？因为他特地京剧为这个事儿大师嘛，去拍的是吧？导演啊，特地为这个面试去拍的。是的，然后呢，他们看了照片以后说很满意，让我去。然后去了以后呢，就是我也不懂，我就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穿上了。我最好看的衣服呢是个像皮一样的机车服，杀马特风。就是黑色的，颜色比较深，黑色的，很酷。然后我就去了，穿个牛仔裤，就去了。去了以后我觉得陈红也是我师姐啊。陈红说：“哎呀。”他说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呢，他说和这照片也不一样。我才恍然大悟，哎呀，完了，应该那样去，可能就成功率会更高。没有经验，也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事儿。我才20多岁，20来岁，22、23岁吧，对。那你会觉得这件事儿很遗憾吗？遗憾。他如果当时可能按照角色的打扮去见，没准就定了。完全不懂，现在我是知道的，就是说你要去建组，你至少打扮的和他想要的那个角色基本上一个样子。当时是在选那个梅兰芳年轻的时候，就后来是年龄就是稍长一些的，是黎明演的嘛。对。刚刚晨哥也说了，可能他那时候是自己吃了亏，知道可能建组有一些小的技巧。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就很多年轻的小朋友说啊，就他们可能有去像晨哥这样的前辈去。请教过说一些建组的小技巧，那他们就过度的把这个建组的成功率放到了技巧上。比如说你去试的是一个古装，好家伙，去汉服店租了个古装，做了个造型就去了啊，就是你要太刻意了，对，有点太夸张。对，就是你要知道你试戏成功率的基础是你对这个角色理解，你的戏得好，就是你别花里胡哨的打扮去了，然后最后导演一聊剧本没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都没看，就是不要跑偏啊！就年轻演员你不要跑偏，你要知道你的基础，你的前提条件是理解了人物，理解剧本，你把戏试好了，再是去做一些加分的那些东西。现在有一个这个播出形式比较火，就是短剧。不知道这个咱们奕晨会不会有一天去参与短剧的拍摄？这样。我觉得这是大方向。大方向。我觉得这是趋势，因为现在大家都工作很忙。没有太长的时间去坐在电视机前看长剧了。但是短剧给人感觉它是就是内容深度不够深，然后也缺乏艺术性。那会不会说你演了这短剧，回来的话就比较麻烦？我觉得大家会觉得你掉价了。白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是那种剧本特别好，角色也特别新颖的，是吧？比较好的，然后又吸引到我们的，我觉得可以参与一下，这倒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以前的就刚开始的短剧，它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但是现在短剧发展的越来越好了，正规了，对，很正规，无论从剧本还是从制作，包括可能去年就是曾庆杰导演，他是一个从拍短剧的导演，然后拍了长剧，而且那个项目非常的爆，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爆款的项目，所以其实大家对短剧的这个向往度和看法会越来越走向正规，所以后来我也跟晨哥我们去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只要他的剧本是 OK 的，那其实他完全是可以去演短剧的，因为包括可能他一直演长剧，包括他的长剧就是都是很好的品质的项目，对，所以其实他演短剧的话也算是一个轻松拿捏，对，就是降维打击，对。那现在有碰见这种好的剧本吗？其实目前说实话很少，很少，对。
因为可能和今年整个的这个市场情况也有关系。对，就是还没有看到说真的觉得特别好的短剧。就剧就不说了，大概什么样一个剧情你会觉得很夸张？我之前看过一个短剧，就最早的时候，是那个女生她被她的妹妹陷害，然后找了一堆人就当场给她剖腹产，把她的孩子带走了，然后非常的虚弱。结果她妹妹他们走了之后，过了2天，她会发现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当时我都觉得没剖干净。对我说就是匪夷所思，违背医学常识。对，是的。但是大家喜欢看的就是这种比较夸张的这种点出来，因为我觉得是长剧里没有的。没有的，我觉得是猎奇的心态。对，你看网友有一个表情包，打开短剧的时候，就是把脑子给你，我要开始看短剧了。对，那所以说他这个观众喜欢的品味和之前的这个传统影视剧现在发生了变化啊。那咱们做这个传统的这个演绎的这个事业，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些变化之类的？那现在的这个剧本啊，或者电影电视有没有呈现出一些就是较为夸张的和平时不太一样的这种题材出来？其实好像还没有，还都是比较传统的这种风格。因为它就是赛道不一样，就是虽然观众能接受短剧，但他们很明白他短剧看的是什么。他看的就是这些东西，对。但如果你长剧把那些过分夸张和无厘头的东西放进去，那看长剧的观众他就不会去接受。对，因为观众他就比如说我看长剧和短剧我都看，但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看短剧我想看什么，我看长剧我想看什么，所以其实这是两个赛道。对，就是我们不能搞混了。两波观众。对，可能也是一波观众。我觉得是有重叠的地方。对，但是不能乱，就是我们不能乱七八糟，不能轻易涉足。对，是的。那百亿之前做经纪人之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其实倒不是说做经纪人之前吧，是中间做过2年的制片人。对，也是影视行业的。对，也是影视行业，其实是跟经纪人、演员息息相关的。制片人的这个负责的工作范畴是什么？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制片人他其实是负责生产。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就是包括钱，你钱制片人拿到，然后他负责这个产品如何生产出来，中间所有细枝末节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在制片口。那哪个工种比较费心？我们还真的讨论过，就是我刚从经纪转到制片的时候，就是跟我的制片人朋友们讨论，各执己见。他们说一定是制片辛苦，然后我说如果我没有做过制片，我可能没有立场能说到底是哪个岗位更辛苦。但其实真的做了制片以后，我觉得经纪人会更辛苦一些。更辛苦啊！对，制片人的工作是复杂，是细枝末节，是要管控每一个环节，你要花多少钱。但是其实我认为经济难的原因是因为核心不一样，就是制片人的工作核心是一个项目，它是死的，项目没有自己的想法，项目只会听你的，你让它成为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就是这个项目完全是制片人说了算。就是你们的主创团队说了算，但经纪人的核心是人，人是最复杂的，与人打交道最费劲。对，人是有想法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经纪可能更被动。对，是的，是乙方。对，就是因为经纪人对的所有的核心的口都是人，没有一个是产品。对，是产品。但是其实制片它的核心是项目，这个项目是不会说话的。懂了，一个是类心，一个是身体类。对，是的。那如果你不做演员，你觉得你会做什么？开个店吧。开个店。对。收藏家。对，收藏是这种潮玩店啊。对，这个叫大天使。对，这个就是首领 Zmomo。这个大天使偷看特别重，那个眼神。然后那个是《教父》电影的马龙白兰度饰演的那个角色。然后下面那个是我的一个。算是我篮球的一个偶像科比布兰特，都是他们的1:6的冰人。这个算是你真的喜欢的一个收藏品，还是为了我觉得是赶时髦吧，必须得有是吧？对。你是不是在上海有个店？我上海那个店低调。低调。你这都低调，你开了店还你没有在你的这个社交平台就是哇，那今天必须得给我们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这个店里的视频啊、照片之类的，给我们分享一下。视频有一些，视频有是吧？我看一下。你店在上海，
啊，对，是一个你的这个所有的潮玩的收藏品的一个店。收藏品的，就是这些就是从摆一些收藏店里拿过来的一些，哦这种然后还店拿过来拍了一下，可以给你分享。可以看一下。很想看看你家里是什么样的。就是哇，这是一个这是店里的篮板，对嗯篮板，然后这是乔丹的那个就是灌篮大赛的那个时候嘛，灌篮大赛的时候啊有签名的，这都是亲签，水花兄弟、库里，这欧文、字母哥、库里，限量的，很多卢卡限量的东契奇，这都是签名海报。塔图姆，这是球衣，艾弗森、罗德曼，因为我喜欢 NBA，喜欢公牛队，库里，卢卡东契奇，这2个19年的新星，这是赞威廉森，莫兰特，这个是科比的一个退役卡，所有他的一个小故事，他从联盟20年的故事，这是一个湖人墙，湖人队的 Lakers 的这个墙，看出来了这是科比。湖人队和公牛队吧？对我最喜欢的其实是科比科比跟乔丹乔丹对，哦，因为我觉得他的精神影响了我。没错没错。对乔丹退役之后，可以取代他的，或者是跟他就是追平他的这个技巧的，应该就是继承者就是科比。对，所以你还有一些这个卡牌之类的，球星卡之类的哈。对，有的。有带吗？我们今天有带过来哇，全套啊，全套都带来了。这是一小部分吧？这是一小部分。这张是科比布莱恩特的那个，就是81分嘛，他一共有81张，然后就讲述了他那个06年的1月23号的一个对猛龙队81分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我是科比布莱恩特的粉丝。我还有一个喜欢的球星是罗德曼，这是他的背号小真经数据91-91，这是他的签字也是91-91，所以像这种就很难去买到，因为它是双编号嘛，就都是91张的91张，然后15个篮板，15-15。我喜欢罗德曼，我喜欢公牛队。你喜欢公牛队？其实我是觉得科比呢，可能在公牛队之后的并不能完全替代乔丹。但是乔丹的这个地位，还是就是在我看 NBA 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无人可以撼动。是，那当然，那是神。是篮球之神，包括克里啊和库里和这个 Kobe Bryant，只是有些神似而已。对，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这个精神，对，不认输的精神，包括他们当时打比赛，他们是不休息的，现在还有轮休，对，就比如说今天我打得很累了，明天如果是背靠背的比赛的话，那我今天休息吧，选择，对，不休息的。科比说过一句话，他说：“那如果我休息了的话。”大老远买的票来坐飞机来看我的球迷怎么办？对吧？他非常努力，而且他说过，你可能没有见过洛杉矶早上5点钟的样子，4点钟的样子。对，所以4点钟就已经起来训练的人，然后所有的他是球队里最大的腕儿，然后呢，其他的人到球馆以后发现他已经在车里睡了一觉了，因为他已经练完了。对，所以这是一个精神，我觉得影响了我。那这么多年下来，你觉得有没有一些这个总结的一些经验啊，分享给想刚入行的这些演员朋友们？我觉得喜欢表演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天性，热爱这一行。我们小时候就喜欢表演，对，过家家不是吗？是吧？就是喜欢唱唱跳跳。小时候在幼儿园里面，就我觉得我其实很幸运，把这个事情做到了现在。对，长大了以后还在从事这样的一个相关职业。对，那我觉得新入行，你有这个喜欢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好事。首先，然后呢，但是我觉得现在行业确实有一点不像以前那么好。但是呢，所以你更要让自己强大起来，你的专业性啊，你的坚持啊，你的韧性啊，包括为人处事。对，为人处事也很重要，对，待人接物也很重要。我觉得要把自己先把这些武器啊都武装起来。把自己武装得更好了以后，我们再走这样的一条路。对，会更好。先是热爱首先要热爱，热爱大于一切。对，然后呢？我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只是为了要出名啊，他们光鲜亮丽，哪有那么容易呢？对吧？出发点不一样，导致结果也不一样。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想对还没有到我们行业的，无论是想做演员的，想做经纪的，就是想跟他们说，要想清楚，你要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比如说陈哥，他坚持了这么多年，他依然在拍，是因为他真的喜欢演戏，他用生命在热爱这件事情。然后
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只看到了光鲜亮丽的一面对，啊，他看到了火的那些明星穿好看的衣服，然后走哪儿都有一堆人跟着，对吧？但你要知道，那些只是1/1000。对，是的，还不如找一个班儿，好好的务实是的一点，好好上班儿。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跑滴滴也挺好的，我觉得跑滴滴至少你通过自己努力，你赚来的钱，对，对吧？你是当时就能看到收获的。这个不一定能够立刻看得到的。是的，是的，嗯没错。嗯，所以从这个经纪人角度上来说，从演员角度来说，入市有风险，是吧？做演员需谨慎。对，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跟还没入行的演员说，我说，我们会问他的家庭条件，这个很残酷，真的很残酷。哦，现在对家庭条件有要求。其实不是有要求，是我真心的希望你能想清楚。对，因为这个行业你真的进来，你可能用了1年2年的时间，你发现你不合适，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是的，对被动，太很被动被动了，所以我们会可能去大概了解一下家庭状况，因为你要做好准备，你可能3到5年扛不住了。对，就是你3到5年的时间，每一年你可能都只能赚个2-3万，那你的家里能不能支撑你？那肯定不能。在北京啊，而且你演员你得请别人吃饭，对，你得穿好看的衣服，你的花销很大的。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就是，然后呢，家里那时候还给我钱呢，刚来的时候20出头，然后家里其他的亲戚就说：“哎呀，找个班儿上了得了。”传统思维。对，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对，求稳。对对，对，所以就真的可能现在想来，我们会先给他泼一盆冷水。对，要想好风险在哪里，对是吧？对，这不光是这个有没有钱的问题，而且心理上他的这种挫败感也是非常强对，是的，是的，就是会千万不要被表象所蒙蔽惑，是吧？对，没错，没错，很辛苦的。对，真好，真好。特别感谢奕晨还有百亿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做客。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非常真实、专注努力的奕晨，也有一位非常温暖的、非常这个知心的一位努力的经纪人。谢谢2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好，谢谢大家，特别好，我觉得这个聊得真好。是啊，